这一期的内容要讲的是注射胰岛素是不是世界末日啊？我自己是一个天生高胰岛素血症的人，我在断食5天或者是断食7天的状态下面，我的空腹胰岛素还有15啊，这在一般人来说非常的高。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争议说，可能是因为我后天胖所以导致的。我不是后天胖，我出生就胖，我出生11斤啊。因为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研究血糖跟胰岛素的关系。自从我做了这些传播健康饮食的工作以后，有许许多多的糖友们来咨询我怎么样管理饮食，怎么样帮助他们控制他们的血糖。我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糖友，当医生告诉他说他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时候，他们在思想上在情绪上非常的抵抗，不能够接受。我遇到过很多很极端的个案的，他不管他的血糖去了哪里，他不管他的状态是什么，你怎么劝他，医生怎么跟他说，他就是不愿意接受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基本的简单的知识各位朋友们耐心的听啊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做的事情，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它就是处理血糖的。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？真实的情况是，胰岛素除了处理我们身体的血糖之外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生理功能啊。即使你10天30天你完全都不吃任何东西，只喝水，完全没有受食物的影响，你的身体每天都还会制造少量的胰岛素出来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需要的话，它不用制造就好了，它为什么每天还要需要制造一些基础的胰岛素的量？因为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运作是对胰岛素是有依赖的。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。很多年以前，在人工注射胰岛素发明之前呢，1型糖尿病的小朋友生存的年龄都很小很小的，他如果身体没有胰岛素的注射，以前的1型糖尿病的小朋友骨瘦如柴啊，瘦到皮包骨的，他身体不能吸收营养的，他身体长不出肌肉来的。胰岛素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种合成激素啊，合成脂肪需要胰岛素的帮助，合成肌肉需要胰岛素的帮助，甚至于吸收微量营养素到我们细胞里面去需要胰岛素的帮助，合成我们的骨密度制造骨浆需要胰岛素的帮助。你可以想一想看，其实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，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胰岛素呢是微量的，它不需要很多的，只需要一点点的，不需要很多的。你可以去问你的医生说，你干嘛要叫我打胰岛素？你医生大概会告诉你说，因为你的胰腺已经损坏了，你的胰腺已经制造不出来这么多胰岛素，如果你不注射胰岛素的话，你的胰岛素不够用。大多数时候是这种情况，说明它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衰竭的阶段了。或许你还在衰竭的刚刚开始，或许你已经到了衰竭的比较晚期了，通常说明你的胰腺的能力已经下降了。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的胰腺能力一旦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你如果不让它休息，它会一路往下走。如果你继续让它超负荷的工作，超过了一定的阈值的时候，它会突然之间断崖式的能力下降，这种事情会发生的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体重暴瘦的情况。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都经历过的，他的体重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暴瘦几十斤啊。通常这种现象就是发生在你的胰腺功能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功能下降，造成了体重的迅速下降。那么让你胰腺休息什么意思呢？让你胰腺休息就是不要让它再继续超负荷的工作。胰腺超负荷的工作根本原因只有一个，处理你吃进去的糖。我跟各位说，如果我们的胰腺仅仅是为了制造维持基本生理需求的胰岛素，它需要制造的量非常非常少，它不需要很多的量的。我可以给你们大家读一点简单的数据啊，当然这个数据的准确度有一点模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我们说一个人在没有任何食物的影响的状态下，空腹的胰岛素大概在6左右，很多人大概在这附近了，5到7之间。你如果不吃任何东西，你在完全断食的状态下，你的身体呢一天呢大约还要制造6到12个单位的胰岛素。如果你吃饭，即使没有碳水化合物，你的身体也要制造一点胰岛素。大约一天在没有任何碳水化合物的状态下，你的身体还要制造8到15个单位的胰岛素出来，来处理你吃进去的食物。所以各位你仔细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们正常吃东西，我们的身体一天呢大概自己需要制造20到30个单位的胰岛素出来，维持正常机能呢，处理我们吃进去的非碳水化合物的热量，
还有提供我们身体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啊。我们想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有没有可能食物里面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为0？这个做不到的。你可以控制你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、热量，你可以尽量把它往下减，可是你减不到0的。你即使吃蔬菜，它里面也有碳水化合物的。你即使吃鸡蛋，每100克的鸡蛋里面也有1点几克的碳水化合物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碳水化合物做到0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一天呢，尽管在控糖饮食控得很严格的情况下，我估计我们的身体可能还需要30到40个单位的胰岛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机能呢。如果你的胰腺不能够提供，做不了这么多，或者是你的胰腺已经受损了，它每一天还要很努力的为你做这些基础胰岛素，它会进一步衰竭的。然后呢，在这种场景下，你的血糖依然还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到处在飘，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控制得这么好了，你的血糖还是控制不住，你身体里面的信号已经全部都乱了。这时候医生建议你打胰岛素是保护你的，不是残害你的，是要保护你的胰腺，你要给你胰腺有休息的机会的。是的，我们对注射胰岛素的依赖越少越好，你们不要误会这句话的意思了。越少越好，所以我不要最好。越少越好的意思是你要创造一个条件出来，减少对它的依赖。所以你去运动啦，你不要吃精加工的食品啦，你尽量减少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啦，等等等等，你要去创造这个条件出来，减少对它的依赖是正确的。可是一味的抗拒它，你是在残害你的健康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的胰腺已经在衰竭的路上了，坚决拒绝医生给你建议的胰岛素，对你来说是有危险的，将来总有一天你是必须面对的，因为它继续衰竭，到了有一天你如果不接受的话，对你的生命可能会带来威胁的。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逼迫你不得不面对。注射胰岛素不是世界末日啊！有很多人认为注射胰岛素代不代表你终身需要注射胰岛素，有的人可能是，有的人可能不是。如果你的胰腺还具有若干的功能，那么在你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，你的胰腺不再继续衰竭了，然后呢，你的生活饮食跟生活方式也调节得很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的代谢健康恢复了，你有可能不需要再注射胰岛素了。但是如果说你的胰腺已经坏了，已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，逆转的机会很低的，你对注射胰岛素的需要有可能是永远的。那又说明什么呢？在注射胰岛素的状态下，你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代谢健康的。你在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，调整好你的饮食，调整好你的生活节奏，对胰岛素的依赖做到最低的限度。听清楚了，不是抵赖，不是抵赖不用胰岛素，是调整你的饮食跟生活节奏，减少对它的依赖到最低的程度，你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得到健康的身体的。可是如果你一味的拒绝它，最终受到伤害的真的是你的身体，而且你可能躲不过去的。所以我奉劝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个事，好好的跟你的医生配合，需要的时候一起接受它吧。